在美国，当警察让你出示证件时，你的双手千万不要背对着他，不然下场就是。今天本是男孩最高兴的一天，因为他收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。为此，开上父亲的豪车，准备去大学报名。看到路边的2个白人佛伯勒，他比了一个庆祝的手势。可那小佛伯勒以为他在竖中指，随后驾车追赶，并叫停了男孩的车。长毛让男孩出示证件，可当男孩转身去拿，他们误以为男孩要拿枪，随后二话不说，对着男孩就是一顿输出。可翻遍整个车内，却只发现了一张录取通知书，两人顿时慌了。此时男孩还没咽气儿，但他们并没有救人的意思，反而拿出手铐将他锁住，随后用毛巾掩盖指纹，从车里拿出了一把枪放在男孩身边。等到了晚上，一群小佛伯勒赶到现场，此时男孩已经死了，而这个满脸绝望的女警正是黑人男孩的母亲。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得知消息的法官父亲也是以泪洗面。第二天，母亲便辞去了佛伯勒的职位，并要求丈夫也要辞职。我已经辞职了，你也要辞掉。此时男人并没有失去理智，他说自己是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法官，如果辞职就更没有机会为儿子伸冤了，而这正是母亲崩溃的原因。他那天开着你的车，但是被你们部门的人去杀了。男人默默地看着窗外，没再说话。第二天，他们来到警局，质问害死儿子的2名佛伯勒。黄毛因充满歉意，选择跑去楼上躲避。这时男人对长毛说：“你害死了我的儿子，我会用我法官的身份，不惜一切代价将你绳之以法。”而长毛却不这么认为，他说这就是自己的工作，没什么值得道歉的。愤怒的女人上去这个大嘴巴子。长毛没再说话，转身离去。随后男人也利用自己的身份联系上了市长，但市长却说他相信2名佛伯勒是正常执法，除非男人能找到证据，不然他就会认定佛伯勒无罪。现在的警官长毛和黄毛将不会受到任何的处置。眼看这条路行不通，男人拨通了佛伯勒朋友的电话，得知这一切，朋友直接来到警局的档案室，发现长毛和黄毛还曾杀过另一个男孩。根据朋友发来的信息，他找到了那个男孩父亲大壮，希望大壮能够起诉佛伯勒，这样就能将自己儿子的案子同时审理。听到这里，大壮不乐意了，因为他深深知道和佛伯勒作对就等于跟电干，于是直接拒绝了这个提议。接着男人又找到和他有着同样经历的女人，可女人深知佛伯勒的黑暗，早已选择接受这一切，不想做无谓的挣扎，即便处处碰壁，他也只能独自承受这一切。晚上回家时，男人给妻子带了他最爱吃的烤冷面，两人也下了一盘久违的象棋。可万万没想到，第二天媒体更晒脸了，他们说男孩死有应得，还说在车里发现了违禁品和枪。男人愤怒至极，却也只能对着方向盘一顿输出，发泄着自己的情绪。晚上，夫妻2人又吵了起来，妻子说他啥也不是，儿子已经去世6个月，可他身为法官，事情却一点进展都没有。为此，男人再次找到市长，可迎接他的却是市长的一顿唾沫星子和口吐芬芳。无奈之下，男人又找到了大壮，但这次他带上了执法视频，视频里显示大壮的儿子根本没有枪，可等佛伯勒长毛将其击毙之后，却莫名的多出了一把，这和自己儿子的遭遇完全一致。身为父亲的他们决定和那2个小佛伯勒玩命。两人先是来到警官长毛家中，大壮率先出手，可佛伯勒毕竟不是个小咖了，长毛一个抱摔就给他整服了。眼看大壮就要完了，这时男人出现，两人二话不说，先是打出一梭子。这时长毛说：“如果知道是你的儿子，我肯定不会那么做。”很明显，男人不会被小语言所迷惑，他趁机来到长毛身后，一枪把子给他放倒。他并没有开枪，因为他的话实在太多。长毛拿起烟灰缸照脑门子就是一下子，最后哭哧又是一枪把子。两人仇没有报成，反而把自己给搭上了。这时大壮说：“别废话，给我个痛快。”而男人并没有晕过去，他一枪将长毛放倒，随后两人互相搀扶走了出去。他们的下个目标是另一个凶手黄毛。此时的佛伯勒得知长毛去世的消息，已经在黄毛家里做好部署保护他。可万万没想到，在接长毛回家的路上，正好和复仇的2人相遇了。男人一个甩尾跟了上去，哭哧就是一下子，接着又是一顿小撞击，给那车灯都给撞碎了。不料黄毛一个急刹车，两人的车直接飞了出去，翻了好几个鸽子。里面的佛伯勒下车查看情况，不料两人没死，趁机将其击杀。而车里的黄毛也被薅了出来。痛失孩子的2个父亲让凶手黄毛跪地唱征服。黄毛那小眼泪直接就干了下来，他说自己也有儿子，孩子只有3岁，可男人说他没有何尝不是。最后一枪解决掉黄毛。故事到此结束。我们无法评论这件事情的对与错，在漂亮国这样的事情一抓一大把，只希望漂亮国能够避免一些歧视，少一些黑暗，多一些光明。